季兄很讨厌我，但我总爱缠着他。他花2万块买我放学不和他一起走，花20万买我从班里转走。只不过每一次，我都会重新靠近他。高考后，他往我卡里打了一大笔钱，冷冷道：“这是500万，你出国留学吧，别再出现在我家里。”我红了眼睛，低头说好。好爷，终于上当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好呀。此刻的你，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，正窝在沙发里放松，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，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？无论你身处何方，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，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。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，没有复杂的理论，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，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撞破了谢寻和贫困生接吻未遂。昏暗的包厢里，他倦怠地靠在角落的沙发上，闭着眼，精致的轮廓在阴影下晦暗不清。穿白裙的少女站在一旁，双手撑在他身侧，试探着俯身凑近他。我突然推门而入，他吓了一跳，仓皇地转过身看向我，眼眸湿漉漉的，像受惊的鹿。年家，我越过他，走向谢寻。司机来接我，叔叔让我顺便把你也带回家。他捡起身侧的外套披在身上，跟着我走了出去。深夜，走廊上人不多，他顺手带上门，却没走，靠着门，懒散地站着。他差点就亲我了。我没说话，他的声音里添了几分不悦。他很胆小，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气这么做。我解锁手机，给他看现在的时间和继父给我发的消息，小声解释，真的是叔叔让我顺便来接你。他瞥了一眼，敷衍地应了声，哦，我成年了，也高考完了，他管不着我了，你再告状也没用了。光怪陆离的灯光一过来，照亮他的眉眼，脸颊有些酡红。他喝醉了。我攥紧衣袖，声音细如文瑞。可是，他匆匆打断我，你自己回去吧。还有，他的手指在手机上敲了几下，这是500万，你出国留学吧，别再出现在我家里，我们以后都别见面了。年家，我真的很讨厌你，他再也不要跟我见面了。我一瞬间就红了眼，低下头，忍住哽咽。好。谢寻转身走进包厢，重重地摔了一下门。我在手机银行上核对了一下数字，终于忍不住蹲下来，捂住嘴，呜呜地笑出了声。好爷，终于上当了。谢寻讨厌我很久了，他觉得我和我妈都是冲着谢家的钱去的。那他很聪明了。14岁那年，他往我的床上放了2只壁虎，试图逼我离开他家。我被吓哭了。继父为了安慰我，又给我发了零花钱。看见钱，我又高兴了。16岁那年，我和谢寻被安排进了同一所高中。他不愿意和我待在同一个班，又不想继父打他然后安慰我，于是他跳过了其他的步骤。20万，你从这个班里转出去。高1，我走了。高2，我又回去了。他没说实现。我背着书包走回班里时，谢寻的脸很黑。他前桌的男生笑嘻嘻的。阿寻，你妹妹可真执着。谢寻冷声，她不是我妹妹。所有人都意味深长地笑了。谢寻看向我，拧眉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肯消失在我面前？我红了眼睛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他比了个数字。我咬了咬唇，对不起，今天走错班了。我发现商机了。谢寻真的很有钱，他远在国外的妈已经为他铺好了所有的路。他打高尔夫球，我在旁边做氛围组。
帮他拿水和外套。他来质问我，我仰着头，满眼星星。我只是崇拜哥哥，不行吗？他给我转钱，没事做就出去逛逛，少来烦我。那我只好笑纳了。我缠了谢寻1年多，所有人都知道他有这么个继妹，甚至开我们的玩笑，说下次去骨科医院探望他。久而久之，谢寻竟也懒得解释，只是一味地让我拿钱滚。但我不会离开我的提款机。谢寻成人礼，他喝了酒。他从酒店回家后，我一手端着醒酒汤，一手扶着他，希望他喝醉后眼花，转账多打1个0。他眯着眼，垂眸看我，突然说：“年家，你真的很有心机和手段。”话里带了一丝嘲讽。我迈上台阶的脚一读，挨骂是另外的价钱。他猝不及防地扣住我的腰，顺手关了灯，将我抵在旋转楼梯的栏杆上吻。视野里一瞬间暗了下来，只有他无限放大的眉眼。他的气息如狂风骤雨。我错愕地一把推开他，手里的碗哐当落地，沿着楼梯滚下去。继父站在楼上问：“佳佳，怎么了？”我压住颤抖的声音，像往常一般委屈地哭诉：“哥哥喝醉了，再发脾气，把我的碗都摔了。”谢寻垂手，靠在栏杆上，在一片昏暗里一言不发。继父叹了口气：“他就是这样，喝醉了容易发疯。你别管他，先回去休息吧，我来扶他。”我逃回了自己的房间里。凌晨3点，谢寻给我发消息：“对不起，没看清，把你当成别人了。”他第一次跟我道歉，却是羞辱。附上转账，我没收，也没回消息。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谢寻的追求者之一，常年年级前10的贫困生李瑶芝。他自卑又怯弱，只敢远远地仰望他。谢寻偏偏注意到了他。他说他跟年家一样，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装给谁看？他讨厌我，却乐意看李瑶芝那种样子。放学时间，我坐在车里等他出来，却见他身后跟着一个穿校服的少女。车门打开，他没上来，手里提着他的书包，对我挑了挑眉，漫不经心道：“下去。”我愣了一瞬，李瑶芝小心翼翼地抬手，抓住他的胳膊晃了晃，声音很软：“算了，阿寻，我可以自己回去。”谢寻没让步，声音渐冷：“我要送他回家，钱转给你了，你自己打车回去。怎么不多给点，让我自己买车回去呢？”“算了，见好就收。”我难堪地点了点头，咬着唇，捏紧书包带子，顺从地下了车。黄昏，人潮散去，我一个人站在路边，盯着自己的鞋尖，眼泪一颗颗掉下来，一直到那辆车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离去，我才擦掉眼泪，点开谢寻的资讯：2万。还好刚才莫当着他的面看消息，不然就哭不出来了。谢寻的500万给得太晚，我没有提前准备过雅思，只好推掉大部分旅游计划和聚会，窝在房间里背单词。谢寻在楼下和他的狐朋狗友开 party， 音响很大声。我摘掉耳机，走下楼：“声音可以小一点吗？”谢寻的朋友拍了拍身侧的空位，笑着说：“佳佳你在家啊？怎么不一起来玩？”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抿唇一笑：“我在楼上背单词。”背单词？有人终于关了音响，仔细听我说话。我还以为这种提前卷的人只存在于网上 WX 搜狐吧。是懂都得懂。瑶芝都来完了，你也来吧。谢寻自始至终都没抬头。李瑶芝坐在他身边，温温柔柔地对我笑，而后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佳佳，你不会是准备复读了吧？我和他不熟，他这么亲密地叫我，看样子和谢寻八字有一撇了。
他继续道，没考好也没关系。谢叔叔这么有钱，你应该有很多门路可以走。察觉到我们之间紧张的氛围，众人都安静下来。我温声说，是啊，我家有钱，考成什么样都没关系。瑶芝，你会担心考不好吗？他的脸色变得苍白。谢寻终于抬头，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手背。年家，说话不要这么过分。我点头，好，我上去学习了，你们小声一点。我戴好耳机，走上楼梯，背后有几道目光，让我如芒在背。查分那天，李瑶芝也在谢家，这次的借口是他家的清朝老电脑坏了。尽管知道我们省会短信出分，谢寻还是纵着他，带他回家。下午3点多，谢寻的书房里传来他的啜泣声，不知道是悲伤的，还是喜极而泣。短信没有总分，谢寻拿着计算器，一门一门地帮他加。我出门上课，路过他的书房，门没关，他倚着书架，念出分数672，恰好让我听见。他知道我从这边经过，头也没抬。你呢？李瑶芝不明所以。什么？我在楼下换鞋，随意地回了一句680，超常发挥了。我就等着他问，有什么东西倏然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响声。我爸想让你报这大。晚上，谢寻站在门外，对我说，继父是个挺传统的人，他重视教育，觉得子女上好大学会让他更有面子。我握着门把手，想把门关上，可是你让我出国。谢寻沉默片刻，又笑，这么听我的话，钱都收到了，能不听吗？不过以前，我确实只听一半。他让我滚，我滚了1个小时，又回去了。这次我是真不好意思了。500万啊，我保证拿了就走，再不出现，家庭聚会我和我妈可以另开一桌。他说，那我爸的话你不听了。我没少在家里装乖，我低头咬着唇，装作老实巴交的样子，捏住自己的裙边。他说，密码给我，我帮你填。我弱弱道，别给我发配边疆了。谢寻轻笑了一声，你知道我不会。我不知道，我无所谓，我准备接国外 offer。为了稳妥，谢寻给自己填了浙大农学，给李瑶芝填了机械。他妈那边有的是钱和人脉，他只要 title， 不管专业。我的志愿，他填满了80个，都在杭州，还得我一个一个删掉。他和李瑶芝都成功录取了，也是丝毫不管李瑶芝死活。继父很高兴，准备订酒店给他办升学宴。饭桌上，他开了瓶红酒，和我妈碰杯。谢寻从楼上走下来，不经意般提起，年家要和我一起办吗？我们中考后也是一起办的升学宴。继父笑了笑，佳佳先不办，他准备出国，为了不占别人上大学的名额，志愿都删完了，他的明年再办。谢寻唇边浅淡的笑意顷刻间消失了，他脸色变得阴郁。出国？我低头安静地吃饭，偶尔小口抿着10多万一瓶的红酒，喝不来，但多喝多赚，我自己肯定舍不得买。继父皱了皱眉，对啊，这个决定做的是有些仓促，但我很支持佳佳。这么高兴的日子，你怎么还摆起脸色了？谢寻垂着眼，我不高兴。继父不明所以，是你自己说要和喜欢的人上同一所大学，现在被录取了，还是浙大，还有什么不高兴的？专业是差了些，但以后也可以转，不会真让你去种地。你妈也很高兴，暑假想让你去她那边玩1个月。谢询问，哪个国家？继父摔了筷子，连你亲妈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了。他看向我，我问年家。继父默不作声地捡起筷子，我放下酒杯，
小心翼翼地抬眼，还没决定。晚上，谢寻坐在我的房间里，用我的电脑查资料。他的坏了。查到你录取结果的时候，李瑶芝一激动，把水杯碰倒了。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在书房里玩水。他坐了我的椅子，我只能坐在床上。房间里很安静，只剩他敲键盘和点滑鼠的声音。去美国吧，他突然说。为什么？他顿了顿，离我远，但那是他亲妈在的国家。我看他一眼，在床上孤勇，挪得更远了。谢寻瞥我一眼，唇角竟有一丝机不可察的笑意。过来看看这个学校，又把自己当哥哥了。阴晴不定的人。房间空调开得有些低，我赤脚踩在冰冷的地上，又把脚收回去，到处找拖鞋。谢寻随意地将披在身上的外套丢在地上，踩着。今天居然莫喝酒就开始发疯了。我没管，踮着脚绕了过去，走到书桌边上。他脸色未变，滑鼠轻移。怎么样？我说，还行。他切了几个网页。我一味的重复，还行，都行。谢寻不动了，他靠在靠背上，抬眸盯着我。其实我早已经选好了，只是不想告诉他。外面开始下雨了，夏日突如其来的暴雨，雨打在窗上，沙沙作响。你在怪我？他突然问我，声音很轻，险些被雨声盖过。无厘头的问题。我想了一会儿，诚实的回答，没有啊。一开始是怪的，他欺负我，让我滚出谢家。他说我和我妈一样，是只盯着钱的捞女。我妈也是有点钱的，不过没他爸妈那么多。他在学校里也没有给过我好脸色，但冰冷的记胸会变成余额里温暖的数字，我就不太在乎他对我怎么样了。至于他赌气让我出国这件事，我甚至觉得他是我的贵人。只是现在，我懒得装了，也没什么必要再装了。他又说，以退为进，这让我很难回答。是若拿了他的钱，也算以退为进吧，但不是他想的那样。我抿着唇，欲言又止。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及时地亮了，是李瑶芝给他打电话。他犹豫片刻，接起来，往外走，门关上前，还很有耐心地和他说，刚刚不方便接，所以接晚了。他是会好好说话的，从前纯粹是针对我。谢寻带李瑶芝出去玩了，李瑶芝在朋友圈发出旅游的照片，海边，她戴着草帽，穿着白裙子，笑靥如花，照片上还有相机的浮水印。配文，他说要把我重新养一遍，他要宴请小时候的我。我点了个赞，往下滑，给高中同学的旅游朋友圈都点了，大家的生活都很精彩，好看，爱看，请大家多发。李瑶芝又给我私发了一张照片，是谢寻在外面睡住了，趴在野餐桌上。佳佳，还好你没有来，旅游真的很累，还是在家休息舒服。我沉默片刻，怎么就这样睡外面了？难道是没钱了？不会把给我的要回去吧？我有些紧张，斟酌片刻，小心翼翼地回，那让他在这好好休息，别太累了。沙滩热的话，也可以找个桥洞睡。李瑶芝输入了很久，佳佳，我真该和你谈谈了。你和阿寻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更应该保持距离。我看着小作文，陷入沉默，复制，粘贴到拼细细，莫反应。我切回微信，好的。漫长的暑假，我考出了雅思，整理好了所有材料，提交申请。有很多学校已经接受了高考成绩和 AST 成绩申请，我尽力争取在今年入学。8月中旬后，谢寻去学校报到了，我还在家里蹲，家离学校不远。军训过后，
谢巡几乎1周回一次，他和我交流很少，但每周都能见面。李瑶芝偶尔会跟他一起回来。他跟着谢巡走进门，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书，很是诧异，又故作熟人。佳佳还没有收到 offer 吗？那是不是明年才能入学了啊？谢巡扯了扯唇，可能吧。他恍然大悟般，那岂不是要比我们晚毕业1年？我平静道，我申请的学校本科是3年制，不知道戳中了他哪里。他有些难堪地抿住唇，又抬眸望向谢巡，我不知道这些。谢巡淡淡道，不知道很正常，起点不同，知道的也不必有优越感，像在点我。我不知道哪里惹了他们，但不想争论，收起摊在膝上的书，上楼。谢巡从背后叫住我，哪所学校？我回头，阳光透过窗，照在街上。我对他笑了笑，还是不说了，不秀我的优越。9月中旬，继父和妈妈送我去机场那天，是工作日，他本想让谢巡请假来一起送我的，我推拒了。哥哥一向不喜欢我，还是不要麻烦他了。我直接离开，也算遂了他的愿。飞机在空中飞稳，我打开遮光板，向外面看去，都是云层，已经看不见地面了。飞行时间很长，我盖上毯子，带好 U 型枕，闭眼睡去。很意外，我梦见了谢巡。14岁那年，亲戚带着恶意告诉他，他妈来了。他兴奋地奔出门去，看见的是我和我妈。哦，说的是后妈，不是亲妈。我对谢巡的第一印象是，他很阴暗，他苍白又清瘦，神情恹恹地盯着我。继父很忙，他亲妈又远在国外，我觉得他或许也挺可怜的。直到晚上在被褥里摸到2只壁虎，那还是我更可怜一点。少年时代，我与他针锋相对，继父只会打他，因为他是亲生的，管教起来方便。我妈也不会打我，她对我只有纵容。我想过对谢巡好一些的，但心疼男人就会倒霉。我第一次尝试烤蛋糕，问他吃不吃，他倒了。我收到的第1封情书，他撕了。他叛逆期时寡言少语，只会一遍遍跟我重复讨厌这个词。讨厌我，讨厌我和他待在一个户口本上，讨厌我总是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无辜表情。我怒了，跟他冷战2个月。高中开学，他才主动来跟我说话。第1句话，还是讨厌我，让我转班。第2句话，是给我20万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我乖巧地笑了，可以。不过，谢巡将自愿赠与的合同丢在桌上，嗤笑。拜金。我落地伦敦，租了房子，开始一个人生活。一开始，我适应不了全英文授课，吃不惯这里的东西，我成天郁郁寡欢，想要回家。谢巡在我离家1周后才给我发消息，你一声不吭的就走了。为什么？我过了很久才回他，因为我也讨厌你，没有通知你的必要。没拿他钱的时候，我也从没跟他说过这种话，因为觉得犯不着跟一个缺爱的人计较。现在，我心情不好，也顾不上他的感受了。谢巡没再回我，反倒是李瑶芝跟我打电话，她哭着问我，你跟谢巡说了什么？我一边看书，一边敷衍回应，没石磨。他哽咽，他删了我。我合上书，吓了一跳。他删你？他还打女人？李瑶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缓过来后，才咬着牙，清晰地说，他删了我的所有联系方式。我说，大概是喝完酒发猪瘟了，你就等他酒醒之后后悔吧。我掐断了电话，很忙，没空给他提供情绪价值。第1学期结束后，我有1个月的假期回国，和一个学长顺路。
他家人来晚了，他还得等一会儿，于是他干脆送了我一段路，帮我拿行李。出站后，我看见了谢寻，他轻减了一些，愈发显得身形颀长。他从学长的手中接过我的行李箱，走在我身侧，对我没有嘲讽，没有避之不及。长到19岁，他好像终于初具人形了。刚刚那个人是谁？他停了脚步，问我。我说，一个比较熟的学长。谢寻说，你在外面要小心，不要太相信别人，有很多留学生都不单纯。我抬眸，看向他，有一丝迟疑。不一定吧，我觉得我男朋友人就很好。谢寻顿住，我已经在停车场里认出了继父的车，小跑着过去，拉开车门，妈妈坐在副驾。小寻呢？他不是去接你了吗？我放下背包，他走得慢，我想早点见到你，跑着来的。妈妈笑了，我让阿姨买好菜了，回去做你爱吃的。你人都……他顿了读，没瘦。等了3分钟，谢寻还没过来，继父给他打电话，他匆匆走过来，坐在后排，我们中间隔着我的背包。他始终垂着眼，双目通红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饭桌上，谢寻也始终沉默，游离在外。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不给任何人面子，所有人都习惯了。我吃完饭，没上楼，去了花园，荡秋千，满庭橙红的落叶发出沙沙轻响。谢寻也跟着出来了，他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有点沙哑。是真的有了喜欢的人，还是故意捏造个男朋友来气我？我的脚尖轻轻蹭到了草地，迫使秋千的速度慢下来。我为什么要拿这件事气你？这件事会让你生气吗？谢寻避而不答。他叫什么？我说，许七池。我没骗他，也不会用这些小把戏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确实和别人在一起了。年假？你才出国3个月。我点头，很坦然，就是因为刚在一起，我才没让他推了自己的安排陪我回国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他很有钱吗？没了解过，可能不如你有钱。很少人像谢寻一样大方。高中的时候转账都是以万为单位的。谢寻倏然握住了秋千绳，绳子粗糙。秋千停下时，他的掌心已有血迹。他走到了我面前，俯身，眸中墨色沉沉，情绪比今夜的秋风还冷。你究竟看中他哪里？靠太近了。我别过眼，往里缩了缩。他是个很好的人。你让让，我要回房间了。许七池是个好人，他是我朋友的朋友，他对每个人都很温和客气，就算是10几个人的聚会，也不会让任何人的话落在地上。我认识他，是在朋友组的聚会上，我吃不惯那里的东西，只尝了几口，硬生生地饿了一晚上。许七池有英国的驾照，最后是他开车送我和朋友回公寓。途经他与别人合租的别墅时，他暂时停了会儿车，上楼拿了点东西，是2份舒芙蕾，我和朋友1人1份。他将盒子递给我，眼尾微微上挑，带了几分温和的笑意。下午刚烤的，你们试试，可以在车上吃。我对他道谢，然后在车上就被香哭了。这些天想家的情绪，学业的压力，吃不好饭的难过堆积在一起，突然吃到好吃的东西，我没忍住，眼泪一颗颗地落了下来。朋友吓了一跳，轻轻肘击我，咋啦？我抽噎，没事，就是太好吃了。朋友一拍大腿，嗨呀，我们明天就去找他蹭饭。他很会做饭，中餐和西餐都会做，我毕竟和他不熟，没敢去。第2天，朋友带回来一个饭盒，硬塞给了我。我打猎回来了，连吃带拿的，
可爱的陶瓷饭盒里，饭被压得很实，一半被浇了番茄滑蛋牛肉，一半没有，还有砌成小强的可乐鸡翅。我旁敲侧击，问朋友许七池的喜好，想要回礼。他问了，回来跟我说，他只想要你的联系方式。这算礼物吗？我给了，又另外挑了一样东西送去。这是我和许七池认识的开始。谢寻一步也莫挪开。他说，好人是可以装的，你们才认识3个月，他很可能要骗你。他的目光落在我的眉眼上，他可能只是看你长得可怜，觉得你好骗。下垂眼到底怎磨他了？谢寻，你总是这样恶意揣度别人。3个月，我确实不够了解许七池，但恋爱开头都是这样的。至少和他在一起，我很高兴。他从来都是一副很温和的样子，不会说气人的话。我用力推开谢寻，他毫无防备，一个踉跄，向后退了2步。我绕过他，跑回楼上，锁好了自己的门。房间的阳台上多了几盆植物，我不认识的。我拍了照，发给保姆阿姨。姨姨，这是什么？她回，蓝雪花，你哥哥养了，让我端过去的。这样你明年放假回来就能看到花。蓝雪花，我以前喜欢。刚住到这里时，我觉得阳台空旷，想养点植物。听说蓝雪花很好养活。放学后，我买了5盆回来。谢寻连家门都莫让我进，他站在台阶上，挡着门，略带稚嫩的脸上全是不耐烦。我花粉过敏，丢了，你也出去，洗干净再回来。阿姨说，我出国之后，谢寻就开始养花了。蓝雪花花期长，11月还在开。谢寻当时拍了照，发了朋友圈，阿姨给他点赞了，但我默点。我给他设了仅聊天，原来不是真过敏啊。我说，还给他吧，我现在不喜欢了。1月初，我又回学校，谢寻来送我，以哥哥的名义，当着继父的面，我拒绝不了。但好在，今年不用跟他一起过年了。除夕当天，下课后，许七池来接我。我的公寓里做不了饭，去他和朋友租的别墅里过年。很多朋友都在，大家在客厅玩牌。许七池在厨房，我围上他的另一条围裙，盘起头发，走过去。我帮你，我会烤蛋糕。他垂眸看我，低低地笑了，拈起一颗洗干净的草莓，送到我唇边。那先帮我尝尝。我咬了一口，酸甜的汁水在嘴里一开，好吃。许七池端了一个玻璃碗过来，碗里都是洗干净的草莓。拿这个考验我吗？我捧着碗，抬头看他，老实巴交，我真是来帮你干活的。他笑着说，我知道，去那边吧。那边是一张做甜点的长桌子，干净又精致的厨具和食材摆得整整齐齐，像过家家的玩具。许七池做了10几道菜，我烤了草莓味的纸杯蛋糕，大家都玩得很尽兴。深夜，他送我回家。今夜，我喝了点酒，脸颊红扑扑的，没醉，但想借着这点酒意跟他撒娇，说话都变成夹子音了。到了楼下，车门打开，外面的冷风吹到脸上，有些冷。许七池为我系好围巾，戴上毛茸茸的帽子，扶我下车。我牵着他的手，踩在厚厚的雪上，故意走得慢悠悠的，还摇摇晃晃，积雪还没有扫掉，白茫茫一片。我没看清台阶，差点踩空。许七池伸手搂住我的腰，将我捞了回去，离得很近，我差点碰上了他的鼻尖。他肤色很白，但现在脸有些红，像染了颜色的白瓷，很好看。我觉得时机合适了，
轻轻拉着他的袖子，鼓起勇气，踮起脚，吻上去。夜色沉沉，路灯散发出微光，吹过来的风是冷的，但他的脸很烫，呼吸也灼热。这个吻结束，我满脸通红的把头埋进他怀里。许七池用手托住我的后脑勺，发出很轻的笑声。我偏过头，不好意思地睁开眼，目光一致，有个穿黑色大衣的路人，远远地站在楼下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是谢寻。我和许七池黏黏糊糊的告别，走进楼道。谢寻快步地走向我，带着一身的寒气。他不知在外面站了多久，黑色的短发上落了雪粒。他知道我公寓的地址，妈妈有时候会和我在客厅打视频。谁也不必，我也不会想到，他竟会在这种时候，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这里。四目相对，我们同时开口：除夕快乐。你怎么来了？谢寻道：来看你。我与他错开目光，我很好。他下颌线紧绷，喉结艰难滚动，对不起，也是很无厘头的话。为了哪件事道歉？嘴是租来的，多说几个字会加租金。我没说话，他顿了读，看着我的脸，兀自解释：我没有碰过李瑶芝，我只是想知道你的态度。你不像他，是他有些时候装得像你。是那件事啊。我说：好的，知道了，别再提了。他不知是生气还是难过，垂下眼，靠在墙上，蹭到了墙上的灰。他就让你住在这种地方。认识他之前我就住这里了，我自己挑的公寓，我挺喜欢这里的。他自嘲地笑了笑。你出国前，李瑶芝跟我吵过一架，他趁我听网课，偷看我的手机，看见了我给你的转账。这几年我都默算过，还是他有耐心，一条条加起来100多万。他哭了，他说我根本没喜欢过他，毕竟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说到最后，他的尾音有些发颤。我想偏了，所以你要把钱要回去吗？他给我的，加上出国之前的那500万，我都还得上，不然我还不会收。我初中就有出国的想法了，不过我妈更希望我读研再出去，钱也是早就准备好了。谢寻嗓音阴哑：你怎么会这么想？给你的就是给你的。我有些没耐心了，目光乱瞟，开始数地上的砖。那你说这个做什么？他沉默片刻，垂落的睫毛微微颤动，指尖深深嵌入掌心。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这话你也是说过的。年假，我喜欢你，这么多年，你没察觉过吗？他哽住，以为对方喜欢自己，是最大的错觉之一。我与谢寻认识的时候，他已经过了喜欢谁就会欺负谁的幼稚年龄了。高中时期，我有察觉，但他阴晴不定，让我很难相信其中有一丝喜欢。我摇头，那我比较贪心，我既要很多很多钱，又要很多很多爱。你对我太差，我还以为你给的钱是精神损失费。他闭了闭眼，我只是难以开口。我一直觉得我该讨厌你的，该让你滚的。我不敢说喜欢，不敢让你再在我眼前晃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有些困，打了个哈欠，因为他在边上，始终没按电梯。好吧，你走吧，我要上楼了。谢寻眼眶微红，我坐了很久的飞机来看你，你甚至不留我坐坐。我想起之前李瑶芝发给我的那篇小作文，摸出手机，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。我有对象了，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，更应该保持距离，用魔法打败魔法。终于把失魂落魄的谢寻送走了。许七池还是知道了我和谢寻的事。恋爱1年，我特地挑了个谢寻不在家的日子，带他去见我妈。
没想到，谢寻看见阿姨发的买菜朋友圈，开了2个小时的车，从学校赶回来了。吃饭时，我坐在许七池边上，下意识地和他撒娇：“哥哥，我想喝果汁。”他自然地拿起我的杯子，给我倒。谢寻也起身了，又空着手坐下了。许七池看着他，带着歉意一笑，打趣2句便能过去的事。谢寻却冷了脸，他撂下筷子：“什么称呼都能当做你们之间的情趣吗？”许七池怔了一瞬，长辈在场，他垂眸，温和地说：“抱歉，是我没有分寸，这顿饭没有好好吃下去。我骂了谢寻，又发什么疯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我很久没叫他哥哥了，他也没让我把他当哥哥，这么称呼对象又怎么了？我第一次这么吼人，继父和妈妈都吓了一跳。”谢寻愣住了，他面上挂不住，一句也莫回嘴，埋头吃饭，面前的汤越喝越多。是他突然落泪了，继父又吓了一跳。谢寻抹了把眼角，起身走了。许七池只知道我有个继兄，继兄脾气不好，人疯钱多，在家肆意妄为，谁的面子也不给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饭后，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，我跟许七池坦白了，也不能用坦白，我没做错事情，但说出来的话可能会让他不高兴，待会儿可能要哄他一下。我抬眼，悄悄观察他的脸色，眉峰微微压紧。我小声开口：“你生气了？”他说：“果然生气了。”我松开他的手，捏着自己的袖口，想着说点什么。他重新牵住我的手，十指相扣，偏过头，无奈地看我：“不是生你的气，生谢寻的气。太懂得生什么气了。达成共识，不管谢寻了，生活还是照旧继续。”假期结束，我回到学校，在阶梯教室上课，去参议院图书馆写论文，去找许七池吃饭。他真的情绪稳定，还很会照顾人，像人夫。后来我准备读研，一切都顺风顺水。谢寻在我的人生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少。我有次看见阿姨收拾她的书房，她收拾出一摞纸，都是登机牌，去伦敦的，不知道在感动谁。很不巧，我换了房子，学校人又多，她去了那么多次，都没有与我偶遇。耶诞节前，我收到了新学校的 offer， 新学校比我的本科学校更好，身边有合适的人，眼前有光明的前途，且长龄风和，成春自有期。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，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。下一期心灵小书馆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，不见不散呀，亲爱的朋友。